末日降临前必学的10大生存技能，不是生活打猎，第一种竟能决定生死。末日警报拉响，当文明崩塌，秩序瓦解，真正决定你能否活下去的，不是囤了多少罐头，也不是藏了多少装备，而是你脑海里刻下的生存硬实力，那些比生活、打猎、搭建避难所更基础、更关键的软技能，你的知识储备、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本期世界探索站带你揭秘10大末日硬核生存技能，尤其是第一名，看似平凡，却能在最混乱的时刻直击要害，决定生死。第10名，基础绳结技术。你可能觉得打个结谁不会？但只有掌握几种牢固、易解又各有用途的绳结，你手里的绳索才能发挥最大威力，甚至决定安全。正确的绳结能让你高效捆绑背包和柴火，快速搭起帐篷、遮阳棚或晾衣绳，也能在紧急时做简易拖拽和攀爬辅助，甚至是缠个刀柄防滑、设个小陷阱的基础。几个看家的经典接必须练熟，成人接，绳结之王，打出来的圈圈超级稳，不会越勒越紧，救人、吊重物首选。双套结，想把绳子快速固定在树干、柱子上，用它。营钉结能让你随时拉紧或放松绳子，搭帐篷拉营绳必会。方接连接2根粗细差不多的绳子，或者捆包裹很方便，注意别用它来承重。八字接打在绳子末端防止滑脱，或者用双八字接来连接2根绳。愚人接连接比较滑或者湿的绳子相当牢固，网上视频和图解随手可得，但最重要是动手，找根绳子，天天练，反复练，最好能做到摸黑或者戴着手套都能快速打对。零成本高回报，只要1根绳子和一点耐心，就能大幅提升你的生存能力。第9名，地图判读与导航。在 GPS 失灵、手机没电没信号时，一张纸质地图和一个可靠的定向指南针，就是你找到北、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掌握地图上符号、比例尺和等高线，了解磁北、真北与图北的差别，再结合指南针定向和交叉定位，就能精准规划路线，避开险地，找到水源和避难所。学几招老祖宗的自然导航，以备不时之需。北半球白天看太阳，大致东升西落，中午影子最短指北，晚上找北极星永远指北。南半球则借助南十字座定位正南，月亮的圆缺和位置也能提供大概方向。找一弯月牙，上弦或下弦都可以。想象一道线穿过它的2角，往下延伸到地平线，这条线的大体走向就是南北向。结合观察月亮出现的时间，傍晚是在西边，拂晓是在东边，深夜多在南边，就能粗略判断出南北方向。光看理论不够，必须实地练，把防水地形图和优质指南针常备在应急包，去公园或郊外走一走，试着找找自己在哪，规划一条路线走一遍，多练几次，不同天气都试试，才能真正掌握这项关键生存技能。第8名，基础急救和卫生防护。医疗资源稀缺，一点小伤或一次不节饮水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预防要胜过治疗，自救要优于求救。学会用干净水或生理盐水清洗伤口，用碘伏消毒，压迫或止血带止血，再用无菌纱布包扎，就能避免感染和病情恶化。烫伤要冷水冲洗降温，不要挑破水泡。扭伤骨折可遵循休息、冰敷、加压、抬高原则，并用简易夹板固定。中暑、失温、溺水等环境急症也需掌握初步处理方法。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更是关键时刻的救命技能。无论有无充足水源，都要想办法洗手。处理垃圾和排泄物时，远离住处和水源掩埋或焚烧。饮用水务必煮沸，食物要彻底煮熟，生熟分开。参加正规急救培训，准备并定期更新急救包，平时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这些看似基础的动作，实际上是你在缺医少药环境下的金钟罩，帮助你最大化保持健康与行动能力。第7名，基础工具使用与维护。危机时刻，在电力工具失效或无法求助专业人士时，一把锋利的刀，一把结实的斧头，一把好用的锯子，能帮你砍柴取火、搭建避难所、加工食物，甚至挖掘壕沟或应急修理。操作前务必检查工具完好，并佩戴手套、护目镜等防护装备。刀具要保持锋利，钝刀效率低且易滑脱伤人。准备磨刀石或磨刀器，掌握正确打磨角度。斧头要控制好站姿和挥砍轨迹，别伤了自己或者把斧子弄坏了。锯子使用时要固定好木材，并保持合理切割角度，省力高效。
工兵铲边缘开刃了，还能砍点东西。锤子、扳手、螺丝刀也都要会用。平时要清洁工具，涂抹防锈油，紧固松动部件，必要时更换手柄，让他们像可靠的战友始终待命。投资几件优质的手动工具，比那些易坏的电子设备更耐用可靠，才是你在生死关头最坚实的依靠。第6名，生火技术。生火是最关键的生存技能之一，它能带来温暖、烹饪食物、煮沸消毒、吓跑野兽，也能发出求救信号。要生火，先备好防风打火机、防水火柴和更可靠的打火石镁棒，不怕水，不怕低温，配合刮片或刀背使用，可产生数千次高温火花。晴天还可以用放大镜。光有火源没用，得学会找干草、枯叶、白桦树皮、松针等天然引火物，或者带上凡士林棉球、麻绳等人工引火物。在引火物燃起后，用手指粗的小枝条慢慢引燃更粗的木料，火堆搭成圆锥或井字形，既通风又稳固。潮湿环境下要更耐心，优先取用树皮内层或人工引火物，并在火堆上搭个挡风棚。最重要的是多练习，不同天气、不同工具都要试，直到你能在任何条件下快速点燃并维持火焰。掌握2种以上点火方法，会选材，能搭堆，生火就能成为你的第二天性，让你在野外生存时多一份安全感和优势。第5名，基础食物保存知识。无论你是幸运地获得了一次丰收菜园，捕猎、捕鱼，还是需要处理即将过期但仍可食用的食物，懂得如何延长它们的保质期，就等于倍增了你的食物储备。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食物脱水、晒干、通风风干。例如，将蔬菜、水果、鱼、薄肉片切薄，均匀铺开在网架或干净表面上，防止虫蝇叮咬，直至完全干燥。在没有理想天气时，可以用烤箱最低温度，通常50至70摄氏度，微开门或对着风扇慢慢烘至干爽。也可以将蔬菜、水果、肉类、鱼类等用盐腌、糖渍和醋泡，靠高浓度盐、糖或酸性环境抑制细菌，分别能做成泡菜、果酱和咸菜。还可以将蔬菜、奶类、谷物、水果发酵，借助乳酸菌或酵母代谢产生酸或酒精，抑制有害微生物，同时增加营养，如 B 族维生素和改善风味，但要注意卫生。油封则把食材浸在油里隔绝空气，保存期更长，但需谨慎用于低酸性食物，防肉毒杆菌。开始时只要选一种简单方法，多看看长辈做法，在干净环境下实践，就能迅速上手。哪怕掌握1-2招，也比把食物堆在那儿看着坏掉靠谱太多。第4名，观察力与环境感知。敏锐的观察力和环境感知看似虚无，却是所有技能发挥的基础，也是混乱环境中避险取胜的关键。通过眼、耳、鼻、皮肤多方位感知，你能最早发现威胁可疑人物、野兽动向、天气突变等，同时捕捉隐藏资源水源、可食植物、遗留物资，还可以判断他人意图，避开不必要的冲突。要练就这份第6感，首先得摆脱低头走路的习惯，随时抬头环顾四周，留意那些与平时不同的细节。突然的死寂、异味、陌生脚印或烟雾都可能是重要信号。然后根据所见所闻，在脑中快速推演，如果那条小路被阻断，我的备选路线是什么？遇到可疑人物该怎么应对？保持冷静能让你视野更开阔，思路更清晰。日常中可在公交上、商场里有意识地练习找不同，户外则借徒步或露营观察自然变化，把这种警觉状态融入日常。一旦形成习惯，你就拥有了自己的雷达和预警系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先人一步。第3名，解决问题与应变能力。在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再周全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工具会坏，食物会坏，路会堵，同伴会出状况，这时候就得靠独立思考和灵活应变。遇到问题时别急着抱怨或放弃，先冷静分析核心难点在哪，我有什么资源，哪些办法可施，把大问题拆成小步骤，一步步解决。思路别太死板，美国用易拉罐能煮水吗？没绳子能用藤蔓或布条吗？动手试试，不怕失败，多从中总结经验。要善于整合手头的一切物品、信息，哪怕路人一个建议都别放过。最关键的是适应性，原计划不行就迅速调整，不钻牛角尖，不固执己见。越多练习日常小故障的自救，越能在危机时刻沉着应对，让你的大脑生存包比任何物资都靠谱。第2名，心理韧性与压力管理。末日降临，真正要命的往往不是饿肚子或者碰到野兽，而是心态崩了。
想想看，缺吃少穿，危险四伏，前途未卜，亲友离散，目睹惨状，这一连串打击下来，恐惧、绝望、焦虑能把人活活压垮。在这种环境下，心理韧性和压力管理就像是你的精神防弹衣。首先，接受现实，别钻牛角尖。与其抱怨为啥倒霉的是我，不如立刻问自己，现在我能干点啥？然后给自己定些小目标，看得见摸得着那种。比如，今天必须找到干净水，明天把那扇破窗户堵上。每搞定一件小事，心里就踏实一分，收获成就感和掌控感，滋养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专注于你能掌握的事情，如保持警觉、整理装备、寻找下一个资源点，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当恐惧来临时，深呼吸，或者哪怕闭眼静坐几分钟，告诉自己我能挺住。如果有伴儿，互相聊聊，打打气，甚至开个玩笑，都能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不少。尽量保持基本的作息规律，如饭前感恩，睡前反思，这点小小的秩序感能帮你稳住内心。记住，心理韧性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平时遇到困难，别轻易放弃，多琢磨解决办法，多做运动，写日记，培养兴趣，都是为减压做准备。多往好处想，感恩身边的人和事，适度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新事物，提升自信心，维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网络。这一块看似无形的心理肌肉，一旦练强壮了，就能在最黑暗的时候帮你守住理智，撑住意志，牢牢抓住活下去的希望。第一名，批判性思维。灾难一来，假新闻、坑人的生存秘籍、恶意谣言就会铺天盖地。这时候靠什么保命？就靠你的批判性思维。它就像一道防火墙，帮你过滤掉那些垃圾信息，让你保持清醒，不至于信错话、跑错路，用错方法救人，甚至把毒草当野菜给吃了。分清对错是活下来的第一步。那么到底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呢？它更像是一个侦探，不轻信表面现象，努力寻找证据，探究真相；一个法官，仔细听取各方陈述和不同观点，权衡证据，做出公正的判断；一个科学家，提出假设，设计验证方法，根据实验结果修正理论。这种思维方式在应对未知时尤为关键，它让你时刻反思，就经验还管用吗？策略要不要调整？这才是真正的高级适应力。还有，人一多就容易随大流，群体压力或者被某个魅力领袖一忽悠，很可能就跟着走进了死胡同。这时候，批判性思维就是你的定海神针，让你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跟风，做真正对自己负责的决定。因此，永远不要低估这看似务虚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实际上是你所有实用生存技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底层逻辑和操作系统。在极端的考验面前，它往往就是区分生与死、幸存者与淘汰者的那道分水岭。好了，今天介绍的这10大末日生存技能，哪一个让你觉得最被低估，或者对你来说挑战最大？你认为还有哪些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生存技能被我们忽略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为你的生存准备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价值，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